中文名字是安心，我是德国人，我现在在慕尼黑上大学。然后之前我去年来过学中文。我之前上的课都是在最开始有班级课，然后下午有1对1课。4个月以后我去了城市，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都是1对1课。然后在城市、上海和第2次在北京都是1对1。我想学中文，就是我16岁，我觉得我来过中国，是这种交换生这样的。然后我发现，就是比如去法国，对我来说还行，我没学过法语，但是也可以看差不多读是什么样的字，然后用字典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在中国这个完全不可以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，以及就是表哥这样的，他来过 LTA， 然后他说他觉得 LTA 非常好，然后就是非常好嘛，而且他的进步也非常快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去这学一学。去中国之前，因为可能最高的水平可能是 HSK 3级这样，然后但是我表哥也告诉我，我觉得好像是4级或者5级这样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以后，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，但是其实有可能可以学到这个成绩。我去成都的时候，其实有这个就刚到的时候，觉得现在真的学了一点，因为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就是和寄宿家庭聊天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好，我叫安琪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就完了。然后去成都的时候，已经可以说几个句子。然后去上海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说上海话，所以开始的时候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。然后回北京的时候，我又看了我最开始那个寄宿家庭，然后觉得我的进步真的很快，然后现在真的可以聊天，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会说，哇，你中文是哪学？你学了多久？然后我说我学了1年，然后他们说，哇，真的吗？不可能吧？现在在大学有几个朋友，他们是中国人，然后我们一般聊天的时候用中文，然后我其他朋友就不会说中文的朋友，他们每次看我，他又在说中文，算了吧，我们走。新的室友也是中国人，所以这个也很方便，可以练习中文。我觉得上海人他们比较习惯有什么外国人，所以他们觉得外国人没有那么不是这样很特别的人。然后北京没有那么多外国人，所以他们更看你。然后如果你说什么，就是至少你说你好，他就哇，你的中文很好。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学习方面是比较好，因为比如我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外国人，所以我一定要说中文，然后我老师也不太会说英语，然后寄宿家庭也不会英语，所以我一直在说中文，所以这个学习我觉得那个进步比较快。然后在北京，我觉得我最开始去的北京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，因为也是他们会英语，但是他们会英语的人也不是那么多。然后我觉得上海有比较多会英语的人，是比较繁华的城市，然后那个中国人也是比较开放，然后北京和成都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比较传统，所以和外国人吧，他们有时候觉得已经可能20岁，你交男朋友了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？我这一次来中国是来玩，
来旅行。我现在去了北京看过寄宿家庭，去了承德看过承德寄宿家庭。我承德老师去了包头，所以我也去了包头看他，也看内蒙古怎么样。去了云南，我去了西安，因为我另一个老师现在在西安。然后我现在来了上海。这个我觉得我在中国最有意思的地方有点难说，因为我觉得比如内蒙古真的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和我们西方国家真的非常不一样。云南的景色非常好看，很漂亮。上海其实非常好玩，然后北京也是其实。然后如果我还有时间，也看了那个生词，因为其实每天学了挺多生词，所以需要练。比较喜欢就下课以后和其他的同学一起去玩，也去酒吧。然后上海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城市。我比较喜欢那种在学校附近那个忘了中文名字，是那个爬过那个法子街，这个比较好看，然后有那种树都在路旁边。我一定会推荐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是教法比较好，因为就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老师，或者如果是班级课也没有很多学生，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差点，那个老师可以帮你，不是像在学校学一样有30多学生，然后老师就不太有时间可以管你。然后在 ATI 这个非常好，而且你也可以和老师聊天，然后他们就看你喜欢什么，然后所以你可以学你感兴趣的东西。